領證當天，兒媳一把按住我手裡的購房合同，皺着鼻子，擺出一副委屈又理直氣壯的樣子。蘇叔叔，您能不能有點邊界感啊？我身材這麼好，長得也漂亮，跟您同住一屋，我心裡總覺得別扭，渾身都不自在。所以這180良民警房只能寫我一個人的名字。還有呀，您得轉30%的集團股份給我。女孩子結婚總要有點安全感吧。我養了21年的兒子站在一旁，指着我的鼻子吼：“爸，你就遷就一下小曼吧，別讓我為難。”我心寒徹骨。當場撕毀1280萬江景房合同，收回180萬保時捷，凍結所有銀行卡，把兩人掃地出門。我掏心掏肺養了21年的兒子，根本不是我親生的，而我失散21年的親生女兒，竟默默在我身邊守護了我5年。蘇總，這套180平的江景大平層，全款1280萬，您確認沒問題的話，在這裡簽個字就行。沒問題，等下我讓財務打款。等一下，蘇叔叔，這合同不能這麼簽。怎麼了，小曼？哪裡有問題？這套房子只能寫我一個人的名字。為什麼？我本來打算寫蘇浩的名字，等你們結婚滿1年，再把你的名字加上。那不行，寫2個人的名字多麻煩。再說我跟蘇浩結婚就是要跟他過一輩子的，寫誰的名字不都一樣吗？对啊，爸，小曼說的對，反正以後這房子都是我們的，寫他一個人的名字怎麼了？你怎麼這麼小氣？蘇叔叔，話不能這麼說，你就蘇浩这一個兒子，你的錢以後不都是他的嗎？他的錢就是我的錢，這房子寫我的名字天經地義。還有啊，除了房子，你還得把你醫美集團30%的股份轉到我名下。你說什麼？我說我要30%的股份，不然我憑什麼嫁給蘇浩？你以後老了臥病在床，身邊能端茶倒水伺候你養老送終的，不還是我嗎？我提前要點保障有錯嗎？我養老不用你們操心，我自己有退休金，還有公司。那可不行。再說了，就算養老不用你操心，住在一起也不方便啊。蘇叔叔，您想想，我一個20出頭的年輕女孩子，跟您一個大男人住在同一個屋檐下，多尷尬呀！男女有別，懂不懂？夏天我穿個吊帶睡裙，一開門撞見您，我臉往哪兒擱？我洗完澡裹個浴巾出來，碰到您多不方便。我換個衣服還得反鎖門，生怕您突然進來，這日子怎麼過啊？現在年輕人都講究邊界感，您一個長輩更應該懂點分寸吧？總不能仗着自己是公公，就一點邊界感都沒有，隨便干涉我們小兩口的2人世界吧？对啊，爸，小曼說的太對了。我早就想跟你說了，以後我們結婚了，你就搬去老房子住吧。我們年輕人需要私人空間，你住在這裡確實不方便。你放心，我們周末會去看你，逢年過節也會給你買東西。你一個人住也清醒，總比在這裡看我們臉色強。就是啊，蘇叔叔，我們也是為了你好。你看你平時工作那麼忙，回家還要看我們秀恩愛，多闹心啊！搬去老房子住，安安靜靜的，多舒服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我花1000多萬買的房子寫你的名字，然後我自己滾去老房子住？話不能這麼說啊，蘇叔叔，什麼叫滾啊？這本來就是我們的婚房啊，你住進來算怎麼回事？傳出去，別人還以為我這個兒媳婦虐待公公嗎？再說了，老房子不是也挺好的嗎？你一個人住足夠了。這套大房子是我們結婚用的，以後還要生孩子，總不能讓孩子跟你擠一個房間吧？蘇浩，你也是這麼想的？對啊，爸，小曼說的全對。你都46歲了，還留着那麼多錢幹什麼？趕緊把房子和股份給我們，我們好結婚生孩子，給你傳宗接代。傳宗接代？我養了你21年，從你穿開襠褲養到現在，你要什麼我給什麼。上個月你讓我給你買的保時捷916花了我180萬，我眼睛都沒眨一下。現在你為了一個認識才3個月的女人，居然這麼跟我說話。什麼叫才認識3個月？小曼是我這輩子最愛的女人，我非她不娶。你要是不答應我們的要求，我就不結婚了。蘇浩，別跟他廢話了，他要是不答應，我們就分手。反正追我的人多的是，有的是願意給我買房買車的。別啊，小曼，我肯定讓他答應的。蘇明遠，我最後問你，你到底答不答應？我要是不答應了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認你这個爸，你就當沒生過我這個兒子。我看着眼前這個自己養了21年的兒子，突然覺得無比陌生。你再說一遍。我說我不認你這個爸了，不就是一套房子一點股份嗎？你至於這麼摳門嗎？我算是看透你了，你根本就不愛我。好，很好。既然你不認我這個爸，那我也沒有你這個兒子。這房子我不買了，你想要婚房，自己賺錢買去。蘇明遠，你瘋了！你居然敢撕合同！蘇叔叔，你什麼意思？你耍我們玩呢？從現在開始，我凍結你所有的銀行卡，收回那輛保時捷。以後你吃什麼穿什麼，都自己想辦法。還有，從今天起，你別再踏進我家一步。蘇明遠，你給我站住！你要是敢走，我就死給你看！蘇明遠，你會後悔的！我讓你吃不了兜着走！立刻凍結蘇浩名下所有的銀行卡，包括副卡。還有，把那輛保時捷911開回公司車庫，不准他再碰。好的，蘇總，我馬上辦。21年的付出，換來的卻是這樣的結果。
我以為自己養了個貼心的兒子，沒想到養了一隻白眼狼。蘇浩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別怪我不義。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給你，但你不該拿不認我來威脅。你永遠都不會知道，你今天失去的到底是什麼。大家快來看啊！這就是我們醫美集團的董事長蘇明遠，他親兒子要結婚，他連一套婚房都捨不得買，還把我所有的銀行卡都凍結了。大家給我們評評理啊！我跟蘇浩真心相愛，就因為他不願意給我買婚房寫我的名字，就逼着我們分手。天底下哪有這樣當爹的？不會吧？蘇總平時對我們挺好的，怎麼會對自己兒子這麼狠？誰知道呢？說不定是這個女的太貪了，想要房子還要股份。我看蘇浩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整天游手好閒的，就知道跟蘇总要錢。蘇浩，你在這裡鬧什麼？趕緊給我滾！我不滾！你今天不答應給我買婚房，不把股份轉給小曼，我就一直在這裡鬧，讓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個黑心的父親。蘇明遠，你別給臉不要臉，趕緊把房子和股份給我們，不然我們就去網上曝光你，讓你的公司倒閉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現在就拍視頻發网上，讓全網的人都來评评理。我警告你，別在這裡胡攪蠻纏，不然我就報警告你尋釁滋事。還敢摔我女朋友的手機，你太過分了！還想打我？我養了你21年，你就是這麼報答我的？誰要你養我了？是你自己願意的。你生了我就該養我一輩子，就該把所有的東西都給我。蘇浩，你摸着良心問問自己，這21年我對你怎麼樣？你發燒到40度，我抱着你跑了5公里去医院，守了你3天3夜沒合眼。你初中的時候跟人打架，把人打傷了，是我低聲下氣去给人家道歉，賠了人家10萬塊錢。你高中的時候不想讀書，要去當网紅，我給你投了50萬，結果你什麼都沒幹成，錢全花光了。我對你掏心掏肺，你就是這麼對我的。為了一個認識才3個月的女人，你居然當眾罵我黑心，還要打我。你說這些有什麼用？過去的都過去了，現在你必須給我们買婚房，不然我們就不走。我再說最後一遍，婚房我不會買，股份我也不會給。你們要是再在這裡鬧，我就報警，把他們2個給我趕出去，以後不准他們再踏進公司一步。蘇明遠，你給我等着，我不会就這麼算了的，我讓我姥姥來收拾你。蘇明遠，你會後悔的，我讓你身敗名裂。都看什麼看？不用上班嗎？蘇明遠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你為什麼要凍結蘇浩的銀行卡？為什麼不給他買婚房？媽，是他先不認我這個爸的。他那不是一時氣話嗎？你當爹的就不能讓着點兒子？他都21歲了，要結婚了，你給他買套婚房不是應該的嗎？買婚房可以，但不能只寫劉曼一個人的名字，更不能給他股份。他就是衝着我們家的錢來的。什麼衝着錢來的？小曼那孩子多好啊，長得漂亮又懂事兒，蘇浩能娶到她是他的福氣，你別不知好歹。媽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我怎麼不了解？我看他比你懂事多了。蘇明遠，我告訴你，你今天必須給蘇浩道歉，把銀行卡給他解冻，然後趕緊把婚房買了，寫小曼的名字，不然我就死給你看。媽，你怎麼也這麼不講理？我不講理。當年秀秀要是沒死，肯定不會像你這樣對蘇浩。你就是對不起秀秀，對不起我們林家。媽，別再提秀秀了。我偏要提，要不是你當年沒照顧好秀秀，她能難產死嗎？現在你連她唯一的兒子都不好好照顧，你對得起她嗎？我現在就在去你家的路上，你給我等着。今天你要是不答應我的要求，我就死在你家裡。秀秀，如果你還在，你会怎麼做？我突然想起，當年林秀去世的時候，手裡緊緊攥着一張產檢報告，後來被張貴噴拿走了。產檢報告？當年林秀的產檢報告一直都很正常，為什麼最後會難產去世？而且張貴芳為什麼一直不肯把那張報告還給他？當年的事，難道還有什麼隱情？張貴芳，你到底瞞着我什麼？
我的命怎麼這麼苦啊！女兒死得早，留下這麼一個外孫，還被他親爹這麼欺負，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啊？不如讓我死了算了。媽，你別鬧了行不行？我沒鬧。蘇明遠，你今天必須給我一个说法，你到底答不答應給蘇浩買婚房？我已經說過了，不可能。好，你不答應是吧？那我現在就從這樓上跳下去，我死了之後看你怎麼跟秀秀交代。媽，你別衝動，有話好好說。我沒什麼好說的，要麼你給蘇浩買婚房，要麼我就跳下去，你自己選。行，我可以給蘇浩買婚房，但只能寫蘇浩一個人的名字，而且不能給劉曼股份，這是我的底線。不行，必須寫小曼的名字，還要給他30%的股份，不然我就不活了。別得寸進尺。我就得寸進尺怎麼了？這是你欠我們林家的。當年要不是你，秀秀能死嗎？蘇浩能沒有媽嗎？我的心臟好難受。媽，你怎麼了？我給你拿藥。媽，藥來了，你快吃了。我不吃，除非你答應我的要求。你先吃藥，有事我們慢慢說。我不吃，你不答應我就不吃。喂，李偵探。蘇總，你讓我查的當年林秀女士難產去世的事兒有了一點眉目。當年給林秀女士接生的那個醫生，現在在國外定居了，我已經聯繫上他了。他說當年的事兒有點奇怪，林秀女士的身體狀況一直很好，不應該會難產。而且他說，當年林秀女士生的好像是個女兒，不是兒子。我渾身一震，手裡的水杯啪的一聲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你說什麼？再說一遍。我說當年林秀女士生的可能是個女兒，那個醫生說她當時好像抱錯了孩子，但是後來被張桂平老太太給攔住了，還讓她不要聲張。媽，他說的是真的嗎？當年秀秀生的到底是兒子還是女兒？你別聽他胡說八道，當年秀秀生的就是蘇浩，是個兒子。那你為什麼一直不肯把秀秀的產檢報告還給我？還有，當年那個醫生為什麼會突然辭職去國外？我那是留着做紀念，那個醫生是自己想出國的，跟我沒關係。是嗎？那為什麼他說你攔住了他，不讓他聲張抱錯孩子的事？他是污衊我。蘇明遠，你居然相信一個外人，不相信我。岳母，如果你真的把我當女婿，就不會一直瞞着我真相。21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麼？秀秀到底是怎麼死的？蘇浩到底是誰的孩子？我的孩子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你別想跑，今天你必須把話說清楚。蘇明遠，你別逼我，逼急了我什麼都做得出來。李偵探，立刻加派人手盯着張桂芳，她去哪裡見了誰，全部拍下來發給我。還有，盡快拿到當年那個醫生的書面證詞，以及蘇浩的 DNA 樣本。好的，蘇總，我馬上安排。另外，我查到當年和林秀女士同期生產的，還有一個叫王麗的女人，她是張桂芬的遠房侄女，生完孩子第2天就出院了，之後再也沒有消息。王麗，重點查這個人，她和張桂芳、蘇浩的關係，全部查清楚。大家好，我是蘇明遠的兒子蘇浩。我爸為了不給我買婚房，不僅凍結了我的銀行卡，還動手打了我和我姥姥。我媽當年就是被他逼死的，現在他又要逼死我們祖孫倆。蘇明遠就是個人渣，他霸佔着亡妻的家產，連自己的親兒子都不管。我們只是想要一套婚房結婚，他就把我們趕出家門，還威脅要殺了我們。我女兒秀秀死得慘啊，留下這麼一個外孫，還要被他這麼欺負。我今天就把話放在這兒，他要是不給我外孫買房，我就死在他公司門口。視頻下方已經有10幾萬點讚，評論區全是罵我的話。沒想到蘇明遠是這種人，虧我還在他醫院做過項目，太惡心了。虎毒不食子啊，連自己親兒子都這麼狠，肯定是外面有人了。抵制靜雅醫美，讓這種人渣公司倒閉。我沒想到這3個人居然這麼惡毒，居然編造出這麼多謊言來污衊他。好，很好，
既然你们非要魚死網破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蘇總，現在網上的輿論太惡劣了，我們的預約量已經暴跌了30%，再這樣下去，公司就要撐不住了。是啊，蘇總，不就是一套房子嗎？給蘇浩買了不就行了？何必鬧成這樣？我看那個劉曼也挺不錯的，早點讓他們結婚，這事兒也就過去了。不然我們的投資都要打水漂了。我再說一遍，房子我不會買，股份我也不會給。蘇浩不是我的兒子，我沒有義務養他一輩子。蘇總，你說什麼胡話呢？蘇浩怎麼可能不是你兒子？很快你們就知道了。給我3天時間，我會把所有事情都處理好，給大家一個交代。如果3天後公司還沒有好轉，我主動辭職。進。他穿着白大褂，氣質清冷，眉眼間和林秀長得一模一樣。我看到他的瞬間猛地站了起來，眼神裡滿是震驚。你是？蘇總您好，我是主線外科的蘇念，這是上周的手術報告，您簽一下字。蘇總，網上的視頻我看了，您不用太擔心，我已經讓客服部給所有預約客戶發了說明，大部分客戶都表示願意相信您，還有幾個大客戶我已經親自打電話安撫過了。謝謝你，蘇醫生。不用謝，這是我應該做的。另外，我這裡還有一份東西，可能對您有用。這是張桂峰近5年的銀行流水，他每個月都會給一個叫王麗的女人轉2萬塊錢，已經轉了21年了。而且他還偷偷轉移了公司300萬的資產，轉到了蘇浩的名下。你怎麼會有這些？我是公司的風控顧問，這些都是我日常工作中發現的。我覺得不對勁，就查了一下。我看着蘇念的眼睛，心裡湧起一股莫名的親切感。我總覺得這個女孩很熟悉，好像在哪裡見過。蘇醫生，你今年多大了？21歲。你的父母是誰？我是孤兒，在孤兒院長大的，養父是林正國，您應該認識。林正國？他是我最好的兄弟。我的心臟猛地一跳，一個大膽的猜測在我心裡浮現。蘇總，好消息，所有證據都拿到了。蘇浩確實不是您的兒子，他的親生母親是王麗，而您的親生女兒就是蘇念。原來你一直在我身邊，秀秀，我們的女兒，她回來了。蘇總，您看，這是蘇浩和王麗英的親子鑑定，匹配度99.99%。這是您和蘇念的親子鑑定，也是99.99%。當年林秀女士生的確實是個女兒，就是蘇念。那秀秀的死因呢？真的不是難產嗎？不是，當年給林秀女士接生的醫生說，林秀女士的產程一直很順利，根本不會難產，是張桂芳偷偷給她注射了過量的催產素，導致她大出血去世的。王麗當時就在隔壁病房，生完孩子後，張桂芬就把2個孩子調換了。王麗是張桂芬的遠房侄女，當年和林秀同時懷孕，張桂芬重男輕女，知道林秀懷的是女兒，王麗懷的是兒子，就和王麗合謀害死了林秀，調換了孩子。他答應王麗每個月給他2萬塊錢生活費，還會把蘇家的所有財產都留給蘇浩。21年的付出，21年的思念，原來都是一場騙局。我以為的貼心兒子是仇人的孩子，我以為的亡妻難產是被人害死的。我的親生女兒在孤兒院吃了21年的苦。這個畜生！我養了她21年，給她養老送終，她居然這麼對我！還有王麗，她在哪裡？王麗現在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市，過得很不好。她後來又嫁了幾次人，都離婚了，現在靠打零工為生。張桂峰每個月給她的2萬塊錢，是她唯一的收入來源。把王麗的地址發給我，還有，把這些證據全部備份，一份交給律師，一份留着。好的，蘇總。那蘇浩和張桂門那邊，要不要現在就接觸？不急，我要讓他們先得意幾天，等他們以為自己快要得逞的時候，再親手把他們打入地獄。我要讓他們為害死秀秀、偷走我女兒的21年人生付出最慘痛的代價。我的眼神冰冷，沒有一絲溫度。21年的隱忍和善良，在這一刻徹底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恨意和復仇的決心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！現在全網都在罵蘇明遠，我看他還能撐多久？哈哈哈，等他撐不住了，就會乖乖把房子和股份給我們了。到時候我們就結婚，把公司搶過來，讓他滾出去要飯。沒錯，
蘇家的家產本來就該是我外孫的，那個蘇明遠就是個外人。等我們拿到錢，就把王麗那個賤人也打發了，省得他以後再來找麻煩。姥姥，那個王麗到底是誰啊？你每個月給她轉那麼多錢幹什麼？你別管那麼多，反正他就是個無關緊要的人。等我們拿到家產，就再也不用給他錢了。姥姥說的对。对了，明天我們再去蘇明遠家一趟，逼他簽財產贈與協議。他現在肯定慌了，只要我們再逼一逼，他肯定會答應的。好，明天我們就去。他要是不簽，我們就躺在他家門口不走，讓鄰居都看看他是怎麼對待我們的。三人相视一笑，仿佛已經看到了自己坐拥亿萬資產的樣子。他们不知道，一張復仇的大網已經悄悄向他們張開。蘇總，我給您熬了點粥，您喝點吧。您一天都沒吃東西了。念念，謝謝你。不用謝，林叔叔跟我說了，這不是你的錯。況且我媽她肯定不希望看到您現在這個樣子。念念，對不起，是爸爸不好，讓你受了21年的苦。爸爸對不起你，爸爸沒有保護好你，讓你在孤兒院受了那麼多苦。爸，別哭了，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，能找到你，我已經很開心了。21年的分離，在這一刻終於畫上了句號。父女倆緊緊抱在一起，感受着遲來的親情。秀秀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會為你報仇，也會好好照顧念念。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，我一個都不會放過。蘇明遠呢？讓他出來。你們來幹什麼？這裡不歡迎你們。你算個什麼東西？這裡是蘇家，我們想來就來，趕緊讓開，不然我對你不客氣。你敢動他一下試試？蘇明遠，你少在這裡護着這個野女人，趕緊把財產贈與協議簽了，不然我們就不走了。沒錯，蘇明遠，我告訴你，現在全網都在罵你，你的公司也快倒閉了。你要是識相的話，就趕緊把房子和股份給我們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就去法院告你，讓你身敗名裂。蘇明遠，我最後給你一次機會，趕緊簽字，不然我就死在你家裡。好啊，你死啊！你要是死在這裡，我正好報警，說你們上門尋釁滋事，逼死老人。到時候警察來了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們倒霉，還是我倒霉。張桂芬愣在原地，不敢再往下躺了。蘇明遠，你別給臉不要臉，我可是你親兒子。親兒子，蘇浩，你也配？你自己看看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兒子。你親生母親是王麗，是張桂芬的遠房侄女。21年前，他們兩個合謀害死了秀秀，把你和我的女兒調換了。不可能，這不可能。姥姥，他說的不是真的，對不對？你別聽他胡說八道，這報告是他偽造的。蘇浩，你別上當。偽造的？那這個呢？這是當年給秀秀接生的醫生的證詞，還有醫院的原始出生記錄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秀秀生的是女兒。張桂芳，你還有什麼話好說？就算蘇浩不是你兒子又怎麼樣？你養了他21年，就該對他負責。趕緊把財產給我們，不然我們就去網上曝光你偽造親子鑑定。曝光我？你們還是先擔心擔心自己吧。我已經把所有證據都交給了律師，很快就會起訴你們。你們不僅拿不到1分錢，還要去監獄裡蹲一輩子。你胡說！我不信！不信？那你就等着法院的傳票吧。還有，王麗我已經找到了，她已經答應出庭作證，指證你們當年的罪行。蘇明遠，你不能這麼對我們！我養了你這麼多年，你不能忘恩負義！忘恩負義？我養了你21年，給你養老送終，你卻害死了我的妻子，偷走了我的女兒，讓我養了仇人的孩子21年。到底是誰忘恩負義？現在
立刻馬上滾出我的家，不然我就報警，告你們私闖民宅。蘇明遠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麼算了的。這只是開始，你們欠我、欠秀秀、欠念念的，我會一點一點全部討。爸，都準備好了，賬號已經實名認證，視頻會同步推送給所有關注這件事的網友。好，開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蘇明遠。針對這幾天網上關於我的所有謠言，我今天在這裡做一個正式澄清。首先，我沒有家暴任何人，也沒有霸佔我兒子的婚房，因為蘇浩根本就不是我的親生兒子。這是蘇浩和王鑫的親子鑑定報告，匹配度 9.99%。這是我和我女兒蘇念的親子鑑定報告，同樣是 99.99%。21年前，我的岳母張桂培聯合她的遠房侄兒與王麗害死了我的妻子林秀，把2個剛出生的孩子調換了。這是當年給林秀接生的醫生的書面證詞，還有醫院的原始出生記錄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，林秀生的是女兒。張桂芬為了霸佔蘇家的家產，給林秀注射了過量的催產素，導致她大出血去世。這是張桂華近21年的銀行流水，他每個月都會給王麗轉2萬塊錢封口費，至今已經轉了504萬，而且他還偷偷轉移了我公司300萬的資產，轉到了蘇浩的名下。我養了蘇浩21年，給他買了保時捷，給他花了上千萬，換來的卻是他當眾污衊我、網暴我。我已經委託律師，正式起訴張桂梅、王麗、蘇浩和劉曼4人，告他們故意殺人、詐借、侵占他人財產和誹謗。所有證據我都已經提交給警方，相信法律會給我一個公正的判決。最後，我想對所有被誤導的網友說一聲謝謝，謝謝你們願意聽我說出真相。我說完，點擊發布按鈕，視頻瞬間衝上熱搜，評論區以每秒幾百條的速度刷新。我的天，反轉了，居然是換子陰謀，太可怕了！蘇總太慘了，養了仇人兒子21年，妻子還被害死了。之前罵過蘇總的我道歉，抵制那4個惡人。靜雅醫美，我來了，以後醫美只去你們家。蘇念看着不斷上漲的播放量和正面評論，鬆了一口氣。爸，成功了，現在輿論已經完全倒向我們這邊了。這只是第一步。蘇總，對不起，之前是我們誤會您了。是啊，蘇總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別跟我們一般見識。我們以後絕對無條件支持您的所有決定。過去的事就不提了，現在公司的預約量已經恢復，而且還暴漲了 50%。接下來，我宣布一項人事任命，任命蘇念為集團副總經理，全權負責公司的日常運營和管理。以後公司的所有事務先向蘇總匯報。我們同意。謝謝大家的信任，我一定會和大家一起把公司做得更好。我找張桂芬，她在不在？她不在。你是王麗？是我。你就是蘇明遠。張桂芬那個老東西騙了我，她答應給我1輩子的錢，現在事情敗露了，她居然想甩了我。我告訴你，你要是不給我500萬封口費，我就什麼都不說，讓你們永遠查不到林秀死亡的全部真相。全部真相？你什麼意思？哼，你以為只有換子和殺人這麼簡單嗎？當年林秀還留下了一筆遺產，張桂梅那個老東西偷偷藏起來了，連我都不知道在哪裡。你給我500萬，我就告訴你所有事情，還出庭指證張桂平。姥姥，现在怎么办？苏明远已经起訴我們了，警察很快就會來找我們的。都怪你！當初我就說不要鬧這麼大，你非要發視頻網暴他。現在好了，我們都要坐牢了。吵什麼吵？現在吵有什麼用？張桂芳，你個老不死的，你居然敢騙我！你答應給我1輩子的錢，現在居然想跑！王麗，你怎麼來了？誰讓你來的？我不來你就把我賣了！我告訴你，趕緊給我500萬封口費，不然我去警察局自首，把所有事情都供出來，到時候大家一起坐牢。500萬？你瘋了！我哪裡有那麼多錢？你沒有。林秀當年留下的那筆1000萬遺產呢？你藏哪裡去了？趕緊拿出來分我1半，不然我現在就報警。什麼1000萬遺產？姥姥，這是真的嗎？別聽他胡說八道，根本就沒有什麼遺產。沒有。
當年林秀他爸去世的時候，給他留了一套市中心的商鋪和500萬現金。你以為我不知道？你就是想獨吞。姥姥，他說的是真的嗎？你真的藏了千萬遺產？你為什麼不告訴我？我那是為了你好，等風頭過了，我自然會給你。為了我好，你就是把我當棋子，你根本就不在乎我，你只在乎你自己的錢。好啊，张桂芳，你居然藏了這麼多錢不告訴我們，趕緊拿出來，不然我們就跟你魚死網破。怎麼办？王丽肯定會去報警的，我們趕緊跑吧。好，往哪裡跑？我們身上1分錢都沒有，能跑到哪裡去？喂，蘇浩先生，您的信用卡已經逾期3個月，欠款共計18萬7千元。如果今天下午5點之前還不還款，我們將向法院提起訴訟。蘇浩先生，您的网贷已经逾期2個月，欠款共計25萬3千元，請您立即還款，否則我們將上門催收。媽的，全是催債的！那我們現在怎麼辦？我可不想坐牢。還能怎么辦？蘇明遠不是有錢嗎？他那麼疼蘇念那個賤人，我們就綁架蘇念，跟他要1000萬贖金，拿到錢我們就跑路，去國外再也不回來了。綁架？這可是犯法的，要是被抓住了，我们會判死刑的。怕什麼？富貴險中求，反正我們現在已經走投無路了，要麼拿到錢跑路，要麼一起坐牢，你自己選。好，我跟你幹。蘇總，這是出租屋裡的監控錄像，他們4個剛才內訌了。王麗爆出了林秀女士留下1000萬遺產的事，蘇浩和劉曼已經決定綁架蘇念，索要1000萬贖金。他們好大的膽子！他們已經摸清了蘇念的上下班路線，準備明天下午在蘇念去分店視察的路上動手。好，既然他們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他們。喂，110嗎？我要報警，有人預謀綁架我的女兒，時間是明天下午，地點在商業街路63號。蘇浩，這是你自己選的路，明天就是你自食惡果的時候。就是現在，動手！別喊，再喊我就殺了你！警察，不許動！我錯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饒了我吧！放開我！你們放開我！謝謝警察同志。不用謝，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把他們帶走。警察押着蘇浩和劉曼上了警車，蘇明遠開車過來，下車抱住蘇念。念念，你沒事吧？有沒有嚇到？爸，我沒事，一切都在我們的計劃之中。蘇先生，蘇浩和劉曼對預謀綁架的事實供認不諱，他們的行為已經構成綁架罪，依法處以行政拘留15日，並處罰金5000元。謝謝警察同志。突然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，我和蘇念一起趕了過去。誰是張桂芬的家屬？我是。他怎麼樣了？病人突發腦中風，出血量很大，雖然搶救過來了，但已經全身癱瘓，不能說話，也不能動了，以後只能躺在床上靠人照顧。這是病人昏迷前緊緊攥在手裡的紙條，上面寫了幾個字，你們看看。商鋪，保險櫃。369，我猛地想起林秀的父親當年確實在市中心有一套商鋪，門牌號就是369號。爸，難道林阿姨的遺產就藏在那個商鋪的保險櫃裡？很有可能。就在這時，蘇明遠的手機響了，是王麗打來的。蘇明遠，我想通了，我願意出庭指證張桂芬，也願意告訴你所有事情，但是我有一個條件，你要給我一筆錢，讓我遠走高飛，再也不回來。好，我答應你，明天上午10點，老地方見。到時候你最好把所有事情都告訴我，不然你知道後果。鎖匠打開商鋪的捲閘門，灰塵撲面而來。商鋪已經空置了21年，裡面還堆着林秀父親當年留下的舊家具。蘇總，保險櫃就在裡間的牆角，密碼鎖我打不開，只能暴力破解，大概需要半個小時。麻煩你了。蘇明遠和蘇念走進裡間，牆角果然放着一個老式的鐵皮保險櫃，上面落滿了灰塵。蘇明遠伸手拂去灰塵，這是你外公當年用的保險櫃。你媽媽小時候總喜歡躲在這個櫃子後面玩捉迷藏。爸，別難過，
媽媽和外公在天上，肯定希望我們好好的。半個小時後，鎖匠打開了保險櫃，我深吸一口氣，緩緩拉開櫃門，裡面放着一個紅木盒子、一疊房產證和銀行卡，還有一支錄音筆。這是你媽媽的日記。我拿起紅木盒子，打開蓋子，裡面是一本粉色封面的日記本，封面上寫着“秀秀的小世界”。翻開第一頁，字跡清秀，是林秀的筆記。1999年10月15日，我懷孕了。明遠高興得像個孩子，說要給我們的寶寶取名字叫蘇念，思念的念。他說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，他都會愛我們一輩子。2000年3月20日，今天去做產檢，醫生說我懷的是個女兒。我告訴了媽媽，她的臉色很難看，說女兒沒用，不能傳宗接代。她還說，要是我生個女兒，明遠肯定會不要我的。2000年5月10日，我發現媽媽偷偷和一個叫王麗的女人見面。我聽到他們說，王麗懷的是兒子，等生下來就和我的孩子調換。我好害怕，我不敢告訴明遠，我怕他會生氣。2000年6月1日，還有1個月寶寶就要出生了。媽媽今天給我端了一碗湯，說喝了對寶寶好。我總覺得不對勁，偷偷把湯倒了。我把錄音筆藏在了枕頭底下。如果我出了什麼事，明遠一定要看到這本日記。秀秀，對不起，是我太傻了，我居然相信了他們21年。爸，媽媽早就知道他們的陰謀了，她一直在保護我們。我告訴你，這個女兒你不能生，生下來也是個賠錢貨。王麗懷的是兒子，等生下來我就把2個孩子調換，這樣蘇家的家產就都是我們林家的了。媽，你不能這麼做，這是犯法的。我要告訴明遠。你敢？你要是敢告訴蘇明遠，我就先殺了你，然後再殺了你的女儿。我說到做到。张桂芬，你這個畜生！王麗坐在包間裡，不停地搓着手，看到蘇明遠進來，她立刻站起來。你來了，錢帶來了嗎？帶来了，但是你要先告訴我所有事情，一點都不能隱瞞。好，我說，當年是張桂芬先找的我，她說你家有錢，但是林秀懷的是女兒，她想要個孫子繼承家產，答應我，只要我把兒子換給她，她每個月給我2萬塊錢，等以後蘇家的家產都是蘇浩的，她再給我500萬。林秀的爸爸也是被張桂平害死的。那天张桂芬去他家，故意說林秀懷的是女兒，還說你以後肯定會拋棄林秀，再娶一個生兒子。林秀的爸爸本來就有心臟病，被他一刺激，當場就猝死了。林秀生產那天，张桂芬趁醫生不注意，給他注射了過量的催產素。林秀大出血的時候，张桂芬還攔住了護士，不讓他們搶救。他說林秀死了，就沒人知道換子的事兒了。你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這些？我也是被逼的。張桂芬那個老東西想獨吞遺產，1分錢都不想給我。我要是不把他供出來，我也得坐牢。這裡面是所有的證據，21年的轉賬記錄，張桂芳給我寫的承諾書，還有當年他買催產素的藥店小票，我都給你。你答應我的50萬，現在就轉給我。好，我現在就轉給你，但是你必須出庭作證，指證張桂芬。我答應你，只要能讓我離開這裡，我什麼都願意做。錢我收到了，我明天就去警察局自首，把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。王麗，你以為你能跑掉嗎？你害死了秀秀，偷走了我女兒的人生，這筆賬我遲早要跟你算。王麗坐在審訊室裡，正在向警察交代當年的事情。我和李警官坐在外面的監控室裡，看着監控畫面。蘇先生，王麗交代的情況和你提供的證據完全吻合。我們已經正式對張桂芳、蘇浩、劉曼以故意殺人罪、詐騙罪、職務侵占罪立案偵查。謝謝李警官，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我們已經向醫院申請了對張桂芬的司法鑑定，等鑑定結果出來，就會對她執行逮捕。好，有什麼需要我配合的，隨時聯繫我。拘留所的大門打開，蘇浩低着頭走了出來，劉曼站在門口等他，臉色蒼白。你終於出來了。怎麼就你一個人？姥姥呢？王麗呢？姥姥中風癱瘓了，現在在醫院躺着，不能說話也不能動。王麗已經去警察局自首了，把所有事情都供出來了。警察已經立案了，說要抓我們。什麼？王麗那個賤人，她居然敢出賣我！那我們現在怎麼辦？趕緊跑吧，
跑得越遠越好。跑？往哪裡跑？我們的身份證已經被警方監控了，買不了車票，也住不了酒店，而且我們身上1分錢都沒有，怎麼跑？錢。对了，姥姥還有銀行卡，她的錢都存在銀行卡裡。我們去醫院把她的銀行卡搶過來，拿到錢就跑。搶銀行卡？這可是搶劫啊！要是被抓住了，罪加一等。都這個時候了，還管什麼罪加一等？反正都是坐牢，不如拼一把，拿到錢我們就偷渡去國外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刘曼猶豫了半天，點了點頭。好，我跟你去。張桂芬躺在病床上，全身插滿了管子，眼睛睁着，但是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。蘇浩和劉曼偷偷溜進病房，左右看了看，沒人。快，找他的銀行卡，肯定在他的枕頭底下。劉曼伸手去摸張桂芬的枕頭，果然摸到了一張銀行卡。找到了。太好了，密碼是多少？我怎麼知道密碼？蘇浩抓住張桂芬的胳膊，使勁搖晃。老東西，銀行卡密碼是多少？快說！不說我就拔了你的氧氣管！你們幹什麼？保安，快來人啊！有人搶劫！2個保安衝了進來，一把將他們按在地上。放開我！你們放開我！警察趕到，將蘇浩和劉曼戴上手銬帶走。張桂芬看着他們被帶走的背影，流下了眼淚。警官，我坦白，我全部坦白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張桂芬和蘇浩指使我幹的。網暴視頻是蘇浩讓我拍的，轉移公司資產是張桂芬教我的，綁架蘇念也是蘇浩提出來的。我這裡還有蘇浩和張桂芬的聊天記錄，還有他們轉移資產的銀行流水，我都交給你們。我是被他們脅迫的，我求求你們，給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，我願意指證他們。好，如果你提供的線索屬實，我們會向法院建議对你從輕處罰。這下好了，所有的證據都齊了，張桂梅、蘇浩、王麗一個都跑不了。爸，秀念慈善基金已經註冊成功了，初始資金是媽媽留下的2000萬遺產，以後公司每年都會拿出10%的利潤注入基金。好，這個基金就交給你打理，好不好？我能行嗎？你當然能行，你善良、聰明、有責任心，比爸爸強多了。這個基金是用你媽媽的名字和你的名字潤名的，你打理最合適。謝謝爸，我一定會好好打理這個基金，幫助更多像我一樣被遺棄的孩子，讓他們都能有一個溫暖的家。你媽媽要是知道了，一定會很開心的。秀秀，你放心，我已經為你報仇了，所有傷害過我們的人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念念現在很好，她很優秀，是我們的驕傲，我會好好照顧她，也會用你的遺產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。秀念慈善基金成立儀式在醫美集團樓下舉行，現場來了很多媒體記者和愛心人士。蘇明遠和蘇念站在台上，手裡拿着捐贈牌。大家好，我是蘇明遠，今天秀念慈善基金正式成立了。這個基金是以我已故的妻子林秀和我的女兒蘇念的名字入名的，旨在幫助被遺棄的孤兒和單親媽媽。21年前，我的妻子被人害死，我的女兒被人偷走，扔在了孤兒院。我花了21年的時間才找回我的女兒，為我的妻子報仇。我知道還有很多像我女兒一樣的孩子，他們沒有父母，沒有家，只能在孤兒院長大。所以我成立了這個基金，我希望能用我的一點力量，給這些孩子一個溫暖的家，讓他們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樣健康快樂的成長。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。大家好，我是蘇念，我曾經也是一個孤兒，我知道沒有家的滋味有多難受，但是我很幸運，我遇到了很多好心人，他們幫助我，照顧我，讓我能夠健康長大。現在我有能力幫助別人了，我希望能用我的力量幫助更多像我一樣的孩子，讓他们不再孤單。我相信，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，這個世界就會變成美好的人間。蘇先生，一審判決下來了。張桂芬犯故意殺人罪、詐騙罪，判處無期徒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；蘇浩犯綁架罪、詐騙罪、職務輕涉罪，判處有期徒刑15年；王麗犯故意殺人罪、詐騙罪，判處有期徒刑12年；劉曼有立功表現，判處有期徒刑3年；
緩刑5年。謝謝李警官。21年的仇恨終於在這一刻煙消雲散。爸，都結束了。是啊，都結束了。蘇明遠牽着蘇念的手轉身離開。秀秀，一切都結束了。從今天起，我和念念會好好生活，帶着你的愛一直走下去。